方知道为实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随着现代社会疾病的增多，想必大家对一些医学术语都不会陌生，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恶液质这个词？这个词看上去就会给人一种不祥的感觉，而与它相伴的是人们对晚期肿瘤患者最经典的印象：身躯消瘦，面颊凹陷，形容枯槁。然而，恶液质是必然发生的吗？它给肿瘤患者带来的危害就只是消瘦而已吗？如果恶液质总是和消瘦联系起来，是不是可以把它吃回去呢？那么，就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内容吧。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恶液质是什么。恶液质又称恶病质，是一个拉丁语名词，意为坏状态。恶液质常伴发于慢性疾病，包括恶性肿瘤、慢性阻塞肺病、慢性心衰、慢性肾炎、肝功能不全、艾滋病、风湿性关节炎等。临床数据统计，在癌症患者中，有30%至80%的人都会出现癌症恶液质的问题。其中约20%的患者会因为癌症恶液质所导致的体重流失而死亡。同时，一旦出现恶液质，几乎无法完全逆转。在众多癌症中，和消化道有关的癌症会导致患者的体重流失更快，如胰脏癌、食道癌、胃癌、结肠直肠癌等。恶液质在肿瘤生长的早期阶段即可出现，如能及时发现、干预，则治疗效果愈好。恶液质有3个最重要的特点：骨骼肌持续丢失，常规营养支持不能完全缓解，以及功能损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骨骼肌丢失是恶液质的核心表现。骨骼肌是人体重要器官，骨骼肌蛋白占人体总蛋白质的50%到75%，在机体蛋白质代谢、核弹平衡维持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骨骼肌消耗是肿瘤患者及癌症恶液质的重要特征，它会导致蛋白质合成减少和分解增加，损伤组织和器官功能，使得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增加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骨骼肌丢失的外在表现主要是体重丢失及乏力。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骨骼肌丢失，你一定知道什么叫骨瘦如柴。比如胰腺癌晚期的乔布斯身上的脂肪和肌肉几乎消失殆尽。有的患者认为，我只是胃口比较差，体重降低，恶液质离我远着呢。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骨瘦如柴是恶液质的典型表现，但并不意味着只有骨瘦如柴才算恶液质。体重下降并伴有食欲下降、恶心、呕吐、乏力是恶液质的前期表现。恶液质是一组复杂的代谢综合症，对于其发病的机制仍不清楚，但通常认为肿瘤恶液质与以下因素相关： 1. 厌食。食欲丧失是恶性肿瘤病人的常见症状，也是引起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的主要因素之一。肿瘤的治疗，特别是化疗、放疗与手术治疗引起的食欲不良和组织消耗会导致机体恶液质的发生。2. 代谢改变与能量消耗。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会释放某些因子，促进自己的成长，这会导致患者的代谢水平发生变化，如糖类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等。恶性肿瘤细胞以葡萄糖酵解为主要的能量获取方式，肿瘤组织通过糖酵解通路产生大量乳酸，产生的乳酸通过糖异生作用再生成葡萄糖，这就增加了患者的能量消耗。肿瘤患者总体上处于高代谢状态，从能量平衡的角度来说，能量消耗增高很有可能导致肿瘤病人营养不良，进而发生恶液质。恶液质是涉及多个器官的疾病，对于其治疗也是需要多种策略互补搭配。过去几年的研究结论已经很清楚地表明，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万能的神药，一下子就彻底逆转恶液质。所以恶液质的治疗需要营养、药物和体育锻炼等多种策略。
其中药物治疗需在临床医生建议下实施，可运用的药物包括促进食欲的药物、促进胃动力的药物、甾体激素、非甾体抗炎药。关于药物治疗，中国指南仅做 B 类推荐。欧洲姑息治疗研究协作组2010版指南提到，单独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益处似乎很小，对于难治性恶液质患者，不建议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关于恶液质的治疗的靶向治疗，倒是有很多正在开展临床试验，如阿拉莫林、卡非佐米、塞莱西布、伊纳西普、莱纳度胺、卢索利替尼等。但是从相关的临床结果来看，所有这些药物都不可能彻底逆转恶液质，至少目前是如此。对各期恶液质患者，除营养支持外的非药物治疗，目前还推荐包括鼓励适当锻炼、心理干预等措施进行辅助治疗。因为运动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蛋白合成效率，提高患者的身体功能，改善代谢模式，保持肌肉含量。外科临床营养指南中将运动干预作为 A 类推荐，根据患者的自身特点定制个体化运动方案。体育锻炼方面，建议每周不少于5次，每日30到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以出汗为好。即使是卧床患者，也建议进行合适的活动，包括手、腿、头、颈部及躯干的活动。肌肉减少的老年患者提倡抗阻运动。抗阻运动指的是肌肉在克服外来阻力时进行的主动运动，如杠铃弯举、直立踢拉，能恢复和发展肌力，广泛用于各种原因所致的肌肉萎缩。另外，由于药物干预在治疗厌食及代谢紊乱中的作用非常有限，目前研究已经聚焦于应用营养来治疗恶液质。营养支持不仅可以增加患者能量及各种营养素的摄入，改善患者营养状况，还可以调节肿瘤患者的异常代谢，有益于抗肿瘤治疗。营养治疗包括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两种方式。欧洲癌症恶液质临床治疗指南推荐首选肠内营养。肠内营养指从消化道给予营养补充剂，包括特殊医学用途食品，途径包括口服及管饲，后者有鼻胃管、鼻肠管，经皮内镜下空肠造口术、内镜下空肠造口术等。一项来自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研究还发现，早期积极的营养咨询、指导和口服营养补充剂可延长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生存期，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患者抑郁及焦虑症状。肿瘤治疗加营养治疗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11.6 个月，而仅肿瘤治疗组的生存时间为 8.9 个月。12周干预过程中，肿瘤治疗加营养治疗组抑郁症状发生低于肿瘤治疗组，焦虑症状发生也低于肿瘤治疗组。肠内营养对部分患者是有效的，对于难治性恶液质阶段，在不增加进食相关不适的情况下，可给予一些肠内营养补充剂。而有营养不良的肿瘤患者在进行治疗的同时，如果无法实施肠内营养，建议给予全胃肠外营养或补充性肠外营养。相关研究表明，饮食加上家庭肠外营养可改善肿瘤恶液质患者生存时间，使能量平衡、体脂肪增加、身体活动能力增加。需要注意的是，长期或重度营养不良的肿瘤患者在接受营养治疗的初期，营养补充剂应从小剂量开始缓慢增加，同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再喂养综合症。其中，肿瘤恶液质营养治疗指南推荐，针对进展期肿瘤患者，在极少数情况下需要应用肠外营养，大部分情况不推荐使用，特别是对于难治性恶液质，肠外营养所带来的不良反应往往大于益处。肿瘤恶液质伴随肿瘤而来，它如幽灵一般潜伏在肿瘤疾病过程中，一出现就会给肿瘤治疗带来更多的困难，令人别样忧愁。恶液质的治疗需要多学科联合治疗方案的制定和开展，但最需要的是患者和家属能够重视营养治疗，
关注患者的体重变化，及早预防恶液质才是治疗的最好办法。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觉得通过此视频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希望您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喜欢小关的，别忘记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